大家好，在梅雨过后呢，得面对几个挑战哈。一个是进入夏天的高温呐，另一个是经过梅雨滋润后呢，杂草生长的会更为蓬勃哈。而不稳定的天气呢，与午后雷阵雨哈，也是相当恼人的事啊。现在看到的影片是梅雨后哈，多头马车前进的影片啊。今天就继续分享哈，快速除草的方法啊。就地掩埋法呢，相信很多人也会这样子处理哈。这还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与堆肥效果啦。不过呢，掩埋的位置哈，得选在不会轻易被翻动的位置，会比较理想啊。而棚架中间的凹槽呢，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啦。这棚架本来是种四季豆的位置哈，现在天气过热呢，刚好可以顺道进行养地。如果您的种植空间呢，时常有大量的杂草得清除的困扰哈，个人觉得拔除后呢，杂草的后续处理呢，才是影响除草速度的最重要因素啦。这个凹槽呢，预计是将附近拔起的杂草哈，都收纳起来了。因为已经有几天没有下雨哈，一旁的土壤也比较干燥了，除草的速度呢可以快上许些哈。因为这是采用就地掩埋的方式哈，拔草的时候呢就不适合带太多土了，这样经过掩埋后呢，土壤的高度哈才有办法顶多跟一旁一样高啊。当杂草腐化后呢，凹槽才会有自动凹陷的效果哈，这样就可以继续维持呢中间较一旁低的棚架模式了，也避免掉为了让内部湿度较高哈，得再进行挖低而翻动的内部土壤，又吵醒了沉睡于土壤中的杂草与草籽哈。当然呢，这埋得越深呢，日后长草的机会与数量相对也会比较小哈。不进行翻动呢，这个动作对于除草的效果影响很大。掩埋后呢，除了等待堆肥腐化之外呢，这些掩埋的杂草呢，也是提供给蚯蚓与微生物当作食物使用哈。而若是很担心草籽又在重生呢，因为土壤下层并非是扎实的土壤啊，就算长出杂草哈，要进行拔除呢，也会相对容易快速不少了。杂草的生命力呢，实在是非常可观哈，也很难以消灭了。不过呢，若能减少生长与改善拔除的速度呢，就蛮值得一试的了。毕竟这间接还改善了土壤活性哈。后续就是逐次把一旁拔除的杂草呢，都收纳进来啊。因为现在这种天气哈，非常不稳定啊，边除草边掩埋呢，算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啦。不过呢，工序可以再依据自己的环境哈，思考安排一下如何做会比较轻松啦。而就地掩埋的方式有一个重点哈，当下拔除的草呢，最好就是直接掩埋掉了，这样会减少草籽散落的机会啦。就算想进行晒干，也建议直接摆进草内哈，不然呢，一场雨哈就会让干掉的草籽四处漂流哈，降低杂草生长的计划呢，真的很容易就打水漂了。很多时候不同方法呢，都有各自的优缺点。要说哪一种方法最好呢？还是得尝试与调整哈，从中去找出适合自己环境的方法啦。就像 Goffy 的鼻子哈，每次要结痂时呢，因为会痒哈，他就又把自己弄出伤口来了。所以呢，现在也是在让他慢慢习惯哈，戴上头套的感觉啦。目前就只有吃饭时间哈，转移注意力的效果算是还不错哈。在介绍下一个除草的方法之前呢，顺道看一下哈，这去年累积下来的带土杂草呢，这土壤的结构含有草木灰、腐殖土与隐分土了。虽然有识货的人呢拿去用了哈，但这数量不少的良土呢，该如何去化哈，还在思考中呢。而在梅雨季节前呢，
覆盖上杂草抑制洗的效果呢，造成眼前特殊的景象哈。当初杂草抑制洗下呢，摆放了非常多立即拔除覆盖上的杂草啊。本来是打算干化掉后呢，做一次燃烧的动作哈，把草籽清除了。由于黑色的杂草抑制洗呢，白天日照后呢会非常热哈，但水汽却不容易蒸发了，所以呢晚上蚯蚓又上来活动哈。从上方的影分呢，怀疑快速腐化掉的杂草呢，是被蚯蚓当食物吃掉了。至于一旁没有覆盖的位置呢，更是平常蚯蚓活动的地方哈。因为土壤非常疏松外呢，也发现非常多的影分啊。虽然看到很多杂草哈，但这只是比较高大了。若是没有下雨呢，强日照下哈，晒个几天会更容易拔除了。现在就直接把沟槽里的杂草哈进行拔除啊，顺道把当初的紧急做法呢简单的演示一遍啊。虽然这样做呢是可以把杂草快速有机质化哈，不过呢会留下多少的草籽呢，就得看蚯蚓的功力了啦。这种非操之在我的感觉哈，实在觉得非常不踏实哈。所以呢，简单做个小范围拔除哈。呈现一下当初的做法，而拔除的过程呢，也思考了改进的方式了。或许中间挖个小凹槽哈，更可确保草籽不会外流了。双重保险的话呢，再盖上杂草抑制洗呀。至于是否要在草木灰化呢，则得由个人或天气来考量了。如果观众朋友您种植的空间呢，也像是这样开放式的空间哈。由于最近的天气实在很不稳定啊，我看附近很多的家庭种植呢，杂草更是一堆哈，似乎像是先放任一下，等天气稳定之后再进行处理啊。由于之前已经有额外挖出堆草的凹槽哈，所以呢，后来的除草方式呢就没有再摆进杂草抑制洗下方了，而选择放到上部影片的堆草槽里哈。这只要天气连续不下雨个几天哈，很快就可以草木灰化了。而这些天其实做了很多杂事哈，比如说呢，帮忙锯树啊，只是没有什么灵感做影片哈。最后就来看一下哈，面对这些杂草呢，显得老神在在的原因呢。杂草略微清除后呢，芋头做的篱笆已经现踪了哈，而杂草抑制洗旁的走道呢，花了近1小时呢，也露脸了啦。只是这沟槽的深度哈，得再进行微调一下。谢谢收看。